好，立刻来关心现在以巴战争已经被定调说进入到了第3阶段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他提到了，他说现在哈马斯跟以色列现在目前战争进行到了最激烈的时期第2阶段的空袭仍然继续进行，那第3阶段就是扩大对于加萨地面的攻击，现在正在展开当中那他还讲说，誓言要把哈马斯扫进历史的垃圾桶，表示说呢，他不会停火，因为他说，这个对抗这些蛮势力直到胜利。那现在是战争的时刻，要求停火就等同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投降，所以他们是绝对不会停火的。对于恐怖主义投降，对蛮横行径投降，那是不会发生在以色列的选项里面。那我们另外也看到这个以色列已经救出了被哈马斯绑架的女兵纳坦雅胡也誓言不会停火。那以军已经有袭击大概600处的据点，我们也来看一下这相关的画面现在以军的战车步兵呢，也陆续在挺进加萨的郊区。我们来看看这个推土机的画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他们就说以军围剿哈马斯的一些军事行动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所以他们现在公开坦克深入加萨的一些照片，也看到了这些装甲推土机的开路。除此之外呢，也有看到说像是哈马斯伏击这个以色列黑豹装甲车的画面他们是遭到短讯飞弹的击杀，有传出造成了以色列这方面的13人死亡。还有哈马斯跟以军在加萨的郊区激烈的交火，也看到了一些画面出来，有冒出滚滚的浓烟所以现在看起来真的是两军正在短兵相接，进行到了第3阶段，也就是加萨地区的以哈战争已经进行到了地面的这个直击交火的这种状态。那我们看看这拜登的态度上面现在已经很明确的就说是支持2国方案，可能也是担心自己的这个选情受到影响他说等以哈战争结束，中东地区的领袖必须认真考虑战后的现实，让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分别建国的2国方案来取得合意的解方为前提。那科比也认为说，他不认为现在停火是一个好的决定在我方看来，也就是美方来看停火有利于哈马斯，因此呢，美国不支持停火。那现在看看这个拜登对于以色列的支持跟第一时间相比，他已经比较是谨慎的措辞了。第一时间他是说我们绝对跟以色列站在一起嘛，但是他现在可能面临到很多排山倒海，大家力挺加萨人民的一些声音觉得说以色列这样的20几天的轰炸，看到很多人民觉得感受到一种同情，所以他觉得说现在有各方压力，而且他要打2024的选战，所以他觉得2国方案是可行之道，虽然推行不易但是他提出来至少可以减少自己被批评的压力。除此之外，他还讲了一件事情这是一个美国独家消息，他是讲说他对于纽约时报这个拜登对于纽约时报加萨医院的报道感到愤怒他在上周稍早的时候在白宫会见了几名华尔街高层的时候表示呢，他认为纽时下的标题不负责任，可能会引发中东战事的升级。最让他气愤的是这个标题竟然出现在一家美国报纸上，讲的就是纽约时报啦。那就是这篇报道，因为他这篇报道里面有讲到说他这个纽时认为加萨医院的爆炸，以色列才是幕后的黑手所以拜登也对于纽时表达了愤怒跟不满之意。那到底是谁呢？现在还是各说各话。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目前看起来这个中东的战争会不会持续扩大。以色列南部现在遭到火箭弹的袭击，阿巴斯讲说这个以巴将会变成一个全球的冲突那这是对于这个叙利亚军事设施实施一些空袭制度，所以这会持续扩大吗？因为包含了像是黎巴嫩跟这个以色列、叙利亚，他们都有发生一些这种持续有交火的这些状态所以会不会扩大到约旦？约旦现在很紧张，约旦就担心被波及希望美国是不是可以部署爱国者放在这边避免这个飞弹射歪啦，在这边至少可以有爱国者可以拦截一下。那所以美国呢有可能会部署。那伊朗这边也有话要说他们说现在中东的美军接连遭到袭击，是因为美国的政策有误。他指的是说呢，因为你美国的政策上面是支持以色列，完全支持以色列这样错误的一个政策就会导致可能阿拉伯国家的一些不满，所以才会有这些对于美军中东美军的一些袭击事件的产生。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
其实以色列，我想现在大家可以看出来，它是有一套完整的军事入侵的计划。这个军事计划看起来做的是蛮缜密的啊。他就是说，他的军事目标很清楚，就是要铲平加萨走廊的这个哈马斯，让哈马斯所有都变成死人。不管你有1万人或2万人，他是全部歼灭，一个都不留啊。不管你是在地道里面，还是在建筑物里面，还是你在坑道里面，还是这种载体里面哈，他都要把你消灭掉。那这个是一个军事目标的设定，然后他执行步骤也很清楚，就是先轰炸，无差别轰炸第二个就是把这个平民把他赶走。那第3个就是饥饿战法，把你围困住以后啊，不给你水，不给你电，不给你粮食，不给你医药，然后呢，再接下来就是说，等轰炸到一个程度以后啊，这些一般平民被赶走到一定程度以后，那加萨地区的基础设施，不管是水电、交通什么，全部都给你瘫痪以后啊，然后地面部队就进去。从过去5天看起来，这个地面部队进去也是从军事的这个角度上来啊，它也是非常有步骤的，非常谨慎的。它刚开始都是夜间进入，然后呢小部队进去，然后呢用试探的方式，不断试探哈马斯的战斗能力跟他的防御工事做得如何。所以在经过这4、5天的这个过程里面，渐渐他已经推进到这个城市的边缘啊。那在这过去5天里面，那么以色列的空军对于加萨走廊的这个轰炸比过去还要提升很多，等于是2000吨，都有人说是差不多2000吨的炸药都已经投进去了。那而且还是无差别的攻击。那么现在就是说，以色列现在加萨走廊里面有2所医院，那么一所医院里面大概差不多有1万人，另外一所医院里面有3万人，不是都是病患，很多都是什么无家可归的，寻求庇护的，躲在医院里面。因为照国际法的话，这个任何的战争2个地方不能打，一个是医院，一个是学校啊。那学校当然老早就无法幸免了。那么现在医院还有2个医院，以色列也已经在这个警告这2个医院，不断的警告这2个医院，这些人要炸这2个医院，因为他们认为哈马斯的军事基地都是在医院的下面。那他们现在用的钻地弹，以它的这个能量的话，大概都可以钻到30公尺。当然还有更大的，可以钻得更深的，听说美国现在还没有提供，所以大概钻30公尺的炸弹，现在他们已经在普遍的运用。我想他的军事目标就是要彻底瘫痪哈马斯的这个反抗的能力，让他的地面部队以后进去以后瓮中捉鳖，把这些整个的这个盘踞在加萨走廊几十年，以色列视为心腹大患的哈马斯，完全从根解决。所以这就是他的目标。会不会改变呢？应该是不会改变，因为联合国已经也不能发生作用了，那么国际组织也不能发生作用了，对。然后呢，事实上阿拉伯国家开了很多次会，到现在也莫衷一是，拿不出办法出来。那么伊朗它从军事力量的角度上看起来，它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所以我想以色列在美国的军事的完全的支持下面不管是防空，不管是这个水面，不管是地面美国以它最现代化、最现代化的武器跟最好装备的部队事实上帮以色列阻挡住这个任何国家可能的军事介入，那么让以色列可以放开手那么在这个加萨走廊在未来在过去的3个礼拜已经是完全放手打。那么接下来我觉得还会进入到加萨以后还会打得更彻底更激烈。好，请教赖老师。内塔尼亚胡宣布已经进入第3阶段，那就是地面战的开始了。好，那地面战当然也会配合他的第2阶段，就是空袭的战争是不会停止的，也就是一方面轰炸，2方面部队继续稳步的推进去。但是以色列目前的评估出了问题了。他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放言高论说我1个月打下来，现在看起来1个月打不下来，因为已经快1个月了。
现在已经是10月31号了啊。接着他又修正了，说3个月打下来，那现在又修正了6个月打下来啊。所以会不会再往后延？这我们也在观察。这第一个。第二个呢，目前的这个阶段打的是很谨慎、很保守。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对于哈马斯到底保存多少战力，不知道，没把握。对于这个哈马斯所经营20年之久的地下的隧道情况到底怎么样，不清楚，不知道。目前传出来都是几百公里，而且呢是钢筋混凝土，有的是比它简易，有的是很完整的，有的是很狭窄，有的是很宽敞。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发现哈马斯有能力把火箭弹推出来，抬到地面上，发射完了以后又往地下钻就不见了，这样的一个情形。也就是说，哈马斯还是有能力去反击。那为什么？所以这个对以色列来说的话，那情况都不十分明白。还没有进入加萨这个大城市，还在周边打。进入了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遭遇，也不清楚。损伤会有多大，也不清楚。目前已经传出以色列有被打死的。那以色列一直强调，他们打死哈马斯人更多，但是以色列军人已经有开始陆陆续续被打死了。我们目前可以判断的是，以色列不敢进入地下隧道打。既然不敢进入地下隧道打，因为以色列只要进入地下隧道，它完全没有优势。既然不敢进入地下隧道打，那这个战争要怎么打法？你打一个地鼠，你要怎么打法？所以原来传出用毒气，可是这违反联合国。然后传出用毒水，这也违反战争法。后来用钻地战，可是钻地战对于几百公里，各位观众朋友想想，台北到高雄400多公里，这么长的密密麻麻的隧道，你钻地战要钻多少？然后后来他们想到一个办法，可不可以用海水来淹没？这个也不确定，因为当你要把海水引进隧道的时候，你这个海水的抽蓄要再引进来，那会不会被攻击也不清楚。所以哈马斯的这个战力到底被摧毁到多少，以色列都没有把握的情形下，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以色列一直在吹嘘说他已经有进展，我们同意那是第一步的进展，还没有进入城镇里面，尤其大城市的这种一寸一寸打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地面战。以色列到底要打多久，我们要拭目以待，要看哈马斯的整个力量被摧毁到什么程度。好，来问将军。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这个先做地毯式的轰炸，然后现在是重点式的轰炸，再是地面上的进攻，然后最后是扫荡来瓦解哈马斯的组织。按照这样走，但是目前来看，这个以色列的报复比目前已经将近达到1比6了，就是以色列死亡一个，大概会死亡或者是杀戮，或者就是所杀了的巴勒斯坦大概1到6，因为现在8000多人，以色列是1500多人啊，但是现在巴勒斯坦的人，包含哈马斯组织，包含巴勒斯坦人，总共是8000多人，那8000除以1大概就快要到1比6了。那这个状况，以前的历次的统计都是1比4到1比20，所以它往上走的空间还蛮大的。但是问题是，死掉的就是绝大部分是我们叫在加萨地区的巴勒斯坦的平民，平民死得多。毕竟哈马斯他是有武装力量，他有这方面的战场的技能，他会去游走，他会钻地道，他会躲在一些重要的这些掩体里面。这样的话，对以色列的这种扫荡会造成很大的威胁，是这个样子。所以死掉的都是这些巴勒斯坦的平民。我认为这场战争变成好像是要拿账面上巴勒斯坦的牺牲的人数来比上以色列牺牲人数，好像这种配比越高，对以色列来看就是可以交代的过去。那现在我认为美国总统拜登在这一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看要打多久，
可能是美国在后面也要，他会说有所表态，因为美国现在提出两国论，就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其实巴勒斯坦在1988年的时候，他的独立宣言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联合国的会员国总共有138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嘛，那巴勒斯坦又是联合国的观察员。所以巴勒斯坦它是个准国家，只是它的国家，它的国土面积不断的缩小，被以色列都一直占去了嘛。那又只有两个地块，第一个是约旦河西岸，另外第一个是加沙走廊。加沙走廊现在已经满目疮痍，破败不堪了嘛，变成这个状况。所以拜登讲出来了，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个两国论的这方面的这个表态出来了，好像是叫以色列在地面上在加沙地区的这种用兵。不能那么的残酷哦，包含学校、包含寺庙、甚至包含到医院，有这种方面的这种限缩的作用啊。所以我要认为，以色列在未来这些对加沙地区这个巴勒斯坦人还有哈马斯的这种组织，它这方面的军事行动，我想说它不是规模的扩大，它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这方面的作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立刻来看一下，现在目前中国大陆新一任的这个经济这个沙皇被这样子封号，副总理何立峰要来担任中央财办主任，也是接替刘鹤的位置哦。那我们看到这个有时会出席何立峰跟刘鹤简报的这个顾问，他讲说何立峰在这个职务上面是执行习的想法，而不是向他提出疑问，像刘鹤那样子哦。那所以分析人士还讲说，何立峰有可能会被任命为今年3月组建的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主任。那外媒也提到了说，现在中国大陆持有美债也创下14年来的新低，现在大概只有持有8054亿美元快速的还是在这个减少的一个趋势啊。那我们看这个美国的财政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的时候，中国这个减少持有164亿美元的美债那甚至呢，这已经是创下2009来的新低水准，所以代表中国大陆还是对于美债并没有说因为很多人来访就暂停这个卖出美债的这些动作跟趋势。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习近平也首次访问了这个大陆的央行，还有提出了1兆人民币的这个发债来刺激经济，援助地方政府，同时任命了新财长来宣示支持成长。那他还这个到访央行也被这个各国的媒体都特别来做一个报道，代表说现在中国大陆要聚焦在这个经济的这个回升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金融工作会议登场，官媒也在关注这事隔6年，中国的全国金融会议工作会议也在今天就是30号的时候登场。多家的官媒也在关注说要化解金融风险相关的议题那这会从30号到31号在北京进行这个闭门的会议，包含了许多中国大陆的领导层，还有金融监管机构以及银行的高层也都会参与。那还有呢，就是中国大陆也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黄金买家因为战争导致这个金价也有点反弹的趋势。但是看看今年前7个月，中国的央行呢累积持有黄金大概126吨，也现在目前是全球最大的黄金买家，是不是等于是抛美债换黄金呢？然后来降低这个等于说美国美债的这个持有的风险那因为美债它经历了247年来最大的熊市。现在看起来这最近的大跌已经变成了一个债券熊市了，市场是把它这样子定位。还有一些专家讲说，已经有如失锚的船驶入险恶未知的海域，因为看起来最近都是波涛汹涌的情况那联准会的官员也提到说，这些官员的谈话有时是鹰，有时是鸽所以变来变去，经济数据也是时好时坏的狂舞。那10年期的美债利率本周一度升破了5%，也是2007年来的首见。但是耶伦有办法稳住现在美国的经济吗？他在周4将会发表一个重要的讲话，那讲的是美国的印太经济战略他说美国会负责任的处理与中国关系的努力，同时深
化跟日韩越印度的印来合作伙伴的关系，以及呢亚太经合组织多边框架组织会加强来接触，是不是把所有的这个经济焦点更聚焦在印太或是亚太这个地方，也变成大家的一个关注那我们看看。美中现在持续科技战，就在习拜会之前，双方好像都在这个边打边谈的那样子的感受，所以人家讲说，现在感觉中美关系是以打促谈的一个新的基调。但是呢，美国还是持续在提高小院面积跟墙的厚度那中国大陆方面呢，则是赶紧的用举国体制来突破美国卡脖子的技术跟进展。那拜登现在最新的一个动作是签署首项 AI 行政命令，说接下来 AI 领域也要来控管就是避免说是中国大陆又要在这个地方可能又什么他们所谓的安全疑虑嘛，所以这是白宫首次发布了 AI 的行政的命令。那相关的开发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国安的 AI 模型的企业所以都必须跟他们分享如何确保他们的工具的安全性。感觉上面好像又想要对中方下马威吗？就在习拜会之前，这个以打促谈吗？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对，中国大陆事实上这个整个金融面临金融的挑战越来越大，最主要还是我认为是国际收支上面，还有就是人民币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你怎么样让国际，就是说中国以外的这个各国拥有的这个人民币它有更多的流通性跟它的投资工具，这个部分的话就变成这个中国大陆一大挑战，因为现在其实。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大陆一直讲的是说用本币交换，可是呢，现在事实上的话，就是说面临的一个就是说各国对美元的这个信心快速下降，他们在急需再找一个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保值也好，可以获利也好，然后可以交易的一个货币工具。那人民币显然是大家比较看好的。你可以看这个海湾地区国家，它这个主权基金现在纷纷把他们的一些投资到香港来。那到香港的话，他当然把香港当做一个窗口他还最希望他的这个资金能够投资的地方还是在中国大陆。那这个地方就变成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整个的金融政策尤其是国际面向的金融政策就面临要快速的开放跟调整，要让整个这个国际社会能够熟悉使用这个人民币作为不管是储备货币也好，或者不管是交易货币也好，那你做储备的时候，你要有足够的投资工具，要不然你这货币你不可能是把它放银行里面拿利息，你要有一些国债也好，或者说延伸性商品，这种货币上延伸性商品。那这个显然看起来人民币的这些方面的这些这个市场化的一些投资工具还是非常有限。那这些部分的话，就是对中国大陆人民币应该是一个商机。怎么样调整？我觉得这是中国大陆可能未来10年里面面临的很大的一个挑战。而且在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快速的这种敌对的态势之下，不减反增的之下。中国大陆现在在美国人手上控制的资产比当时俄罗斯在美国人控制的资产还要大得多你光美国的债券就有8000多亿。那美国有学者曾经说，中国大陆跟我们这些都不搞公平贸易它这个贸易都是不公平的贸易，让我们蒙受极大的损失。我们应该把他的债券把中国大陆买我们所有的债券，我们通通充公。也就是说，你这个资产我通通给你没收。为什么？因为你跟我实行不公平贸易。美国有学者就这样讲。你说美国做得不做得到？以前人家不相信美国会这样做。俄乌战争以后，俄罗斯的资产全部被美国人冻结。所以现在美国这个国家可能军事工具在达成它的目标上已经不够的时候它可能会用这个金融工具。那如果说还有大批的美元掌握在美国的手里的话，那个就是说安全性跟可靠性都是值得怀疑的。好，来请教赖老师。中国这样的一个工业制造大国贸易大国，赚的外汇当然很多。但是一直向美国政府买公债，
去赚那个安全稳定，但是利息不高的这些公债的利率，这个就是金融管理局他们的相关人员的怠惰因为觉得最安全、最稳定，然后赚那么一点钱。可是问题是，当从川普一直到拜登这快8年来，一直不断的去打压修理中国大陆，然后你还继续拥有美债，这个简直是可笑的事。等于是你一直借钱给美国，美国政府拿了你的钱，然后去制造武器弹药，然后呢，再一直不断的修理你，一直不断的打压你，一直不断的给你搞经济战、贸易战、科技战、军事战、外交战，每天修理你，你还去拥有美国政府的公债，这就是荒唐的事情。所以当然要一直卖嘛，要一直卖因为不需要拥有那么多的美国政府的公债，赚那么一点安全稳定的钱不合理。那当然就要把这个钱换为这个黄金，让自己的这个黄金的储量够大，因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经济体只会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小的这个情形下的话，你黄金的储量跟美国的储存量跟俄罗斯的储存量比起来太小了，所以当然要继续买，而且要不停的买，要一直买下去，这个是一个必然要走的路因为金本位的这个系统还是有它的一定的可靠性跟稳定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必然走的路。目前中国大陆的经济碰到什么问题？在去年到今年，俄乌的冲突以后，油价一直高涨，天然气价一直高涨，但是俄罗斯提供给中国大陆的油价、天然气价没有上涨因为它给远东的油价、天然气价跟给欧洲其他国家不一样。那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大陆的物价并没有上来，而整个欧洲、美国的通货都快膨胀了，都已经到很严重的地步，甚至高达9%，英国都高达10%了。而中国大陆的物价控制在2%、3%，如此健康的一个情形下，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看到，等到美国开始升息以后，这些中小型的国家跟着美国升息，跟着美国升息以后，他们陷入了经济的衰退。然后欧洲国家也好，台湾也好，或者是你看到韩国也好，都在升息的情形下陷入衰退，是购买力小了。你中国大陆这么大的一个工业制造国，往外卖的就开始卖不动了，因为他们经济一直在衰退，购买力小，你开始卖不动，卖不动的时候呢，你的经济开始出现了这种萧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你的物价没有上来，但是你的经济的交易在减少了。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它现在要活化的是什么？要活化的是，你看大陆是反向美元在升息，大陆在降息，在降息，希望再把房地产再热一下，希望再把这个国内的消费市场再热一下。原因在哪里？大陆的居民的储存数太高了，钱存太多了，不敢花。为什么不敢花？就是对未来的就业没有把握。所以对大陆来说，现在要怎么样热活经济，这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要到央行去，就是怎么把经济搞热。好，来请教将军。那个中国大陆减持美债的话，会造成美国的核心利率提升。美国现在核心利率已经到达5.33%，那就美国的利率就高了。美国利率一高之后，美国的投资就会缩手，因为利率太高了。一缩手之后，美国的银行压力就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年3月的时候，美国的矽谷银行倒闭，你看吗？因为你美债你利率一直在升银行受不了，变成这个状况。那现在中国大陆一直在抛售美债，现在从1.3兆13000亿美元，现在降到8054亿美元，你看将近差了是5000亿美元。这个当然是长时间的抛售了，这13年来的抛售的状况是这个样。那现在中国大陆把这个抛售美债换现国所得到的，那他记住到“一带一路”要钱嘛？“一带一路”要钱亚投行要不要钱？亚投行要储备货币亚投储备货币的金砖银行也要储备货币他用在这个上面。那既然钱回来了，造成人民币它就不会贬值，人民币不会贬值，保持人民币的水准，那就会压抑到中国大陆的通货膨胀，压抑到中国大陆通货膨胀就被压住，物价上涨就会被控制。那这样的话，中国大陆的购买力又强，加上中国大陆最重要，它的人民的这个储蓄率非常的高，人民储蓄高，换句话，它的这个资金就多，
资金又多的状况之下，人民在这一方面的经济上的满足力就提高了。所以看，因为中国大陆的核心通膨率低，介于0.8%到2%。你看它的通膨很低，美国的通货膨胀，美国通膨大概4%多。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时间文集，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立刻来看一下这个民进党哦，最近抓的一个话题就是抗中保台哦，所以提到了民众党，你要提名陆配担任不分区哦，现在这个抓着打这个议题哦，你看赖清德说啊，他说徐春英哦。被质疑仍然保有这个大陆的这个国籍哦，所以柯文哲是不是应该要赶快说明，而不是让子弹再飞一次哦？他讲说不能轻松的讲让子弹再飞啊，你应该要赶紧对外说明清楚哦。那我们看陈建仁也跳出来针对这个话题讲说，担任公职要符合法规，呼吁各政党推出来的人选都应该要能够捍卫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而且也要尊重我们整个国家的自主发展。那王定宇这时候也不会错过，因为国防外交委员会吧，当然抗中保台是他的这个主要的一个主打。那他讲说参选立委都要放弃双重国籍的。柯文哲到底是为了台湾人民负责，还是要对中国主子负责？所有立委都应该要放弃双重国籍哦。朝野应该要讨论怎么样用法律去这个约束这样的问题。所以陆配的议题哦。感觉上面现在变成民进党主要来抹红民众党的一大这个选举的话题。另外看看抗中哦，民众党打这个陆配，对于国民党哦，他们是打马文君哦。那马文君也在这个脸书上面反击赖清德啊，说你在转移焦点，瞎扯蓝白合作，绿红通奸才是国安破口。绿红通奸讲的就是这个赵天麟啦，赵天麟这个事情，他们其实赖清德并没有真正的以这个抗中保台这样的一个标准来看待这个事情哦，而是他们都轻轻带过去了。那赖清德现在目前最大的心魔，当然就是他不想看到蓝白合嘛，所以这个使尽全力要把蓝白合给抹红哦。你看看谁最想下架民进党，一定是中国共产党，最希望蓝白合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但是其实现在听到蛮多这个大陆的观众朋友们也都在讲说，其实他们更希望赖清德当选哦，好像赖清德并没有跟上这样的一个潮流，他不太知道大陆的一些观众朋友们的一些想法哦。那他讲说，蓝白合是赖清德其实才最不希望看到的画面哦，所以于是呢，一棒把逾60%期待蓝白合的选民，通通都打成中共同路人。那美丽岛的民调啊，也有做一个这个等于说不是支持度哦，是谁最不希望看到谁当选总统？赖清德是第一名啊，就算支持度最高，但是不希望他当选的人也是最高哦，他高达29.2%，那其他呢大概都是只有10%几哦，所以看起来这个赖清德一直打抗中牌，越来越没有效果了，就那个亡国感已经被你们消费完了，已经被你们政治提领完所有的红利了，大家疲乏了，甚至觉得说，你民进党如果当选的话，这所有的人是不是全民皆兵，通通要上战场？这才是大家真正的真实的感受哦。所以你抗中牌喊再多也没有太大的用处。那我们来看一下两岸的对话才能够避战嘛？如何避免台海战争？前美国的国防官员施灿德他讲说，最好的方法是中国不侵台。他是出席了香山论坛的时候，他说，台海战争就是要避免这个让中国入侵台湾。第二步就是美中必须要对话，否则局势就会加剧。那美方也会维持一个中国政策和台湾关系法，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都是有效的。那另外美军呢？无人机 MQ9 现在也要部署到冲绳，也首飞，那也引发了当地的议会的抗议哦。截至30号为止，已经有6架 MQ9 已经到了嘉手纳基地。那扣除今年8月冲出这个陆屋基地跑道的1架呢，所以美军计划在11月开始要使用这7架 MQ9。但是呢，也引发了这个嘉手纳这边的
议会的反弹，所以要求美日政府要重新评估这个部署计划。那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啊，就已经传出了这相关的消息。那当时呢，鹿儿岛这边、鹿屋市这边哦，原本是有一些反弹的声音啦，但是后来这边市长就强调，已经确认期限部署1年，也会根据这个情况来消除市民的不安，所以后来才同意摆放了这个 MQ9的这件事情。但是呢，美中现在也为着菲律宾南海这边的角力也是每天都一直有一些新的状况出现。现在中国大陆跟菲律宾在南海对峙又再增加一桩，菲律宾的39号护卫舰昨天进入到中国大陆控制的这个黄岩岛，那我们是称民主岛这附近的海域所以陆方也是监视警告啊，就说你已经进入到这个黄岩岛，就是他们控制的这个海域那菲律宾就否认这个海军船只在这附近被大陆拦截的这样的说法，所以美菲防长又对此呢就发表了一些声明啊，他们说中菲船艇碰撞适用美菲的防御条约他们搬出了这个防御条约，在27号的时候有进行联合声明，就说美国、菲律宾两国的防长已经经过了这个电话的商讨，说要共同防御，适用在一些海防队在内的一些公务船，也涵盖南海以及太平洋任何地方。但是问题是，美国会按照这个美菲防御条约军援菲律宾吗？还是这只是一个可能在这边挑起一些争端的一个做法而已呢？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对，我觉得就民众党这个提名这个徐春英为不分区立委的这个事情他的身份上的认定的问题当然这个要由这个陆委会来认定，因为陆委会我们有一部法律叫《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照中华民国现在的法律体制的话那么两岸是承认治权不承认主权的，所以照我们的法律体系来看，在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徐春英应该属于大陆地区的人民。既然我们给他视为大陆地区的人民的话，那我们是不是把他的身份视为一个国籍这个是一个问题。我想王定宇他也是法律的他在那边故意含混其辞对，所以他硬是把大陆那边解成另外一个国家，所以另外一个国籍。可是在我们的一中的宪法下制定的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约的话，大陆不是另外一个国家那边是大陆地区的人民，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所谓王定宇这个讲法其实他在偷渡两国论，他在偷渡台独里面这个两国论，大陆是一个国家，我们这边中华民国是他就是这个动机意义在里面。所以其实这个柯 P 他阵营里面应该有学法律的应该就这个问题你应该有一个法律的解释，以正视听。不过我认为基本上这个王八千他基本上是知法玩法，对，我们是不承认，我们是大陆是属于我们两岸关系条例里面的大陆地区人民，没有什么国籍的问题也没有双重国旗的问题。照我们来讲的话，他们是本来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在两岸还没统一之前，只是分成两个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所以这个根本就没有王定宇提出来这个问题，他在这边偷渡两国论，然后呢，再用两国论的基础来质疑这个徐春英。所以我建议就是说，这个问题事实上你可以提请相关的主管机关对这个法令做一个解释。我就不相信今天即使民进党解释我们目前的两岸关系条例，他也要解释成两国论这就是实质在落实台独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根本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问题就是说，他们现在为了选举故意在曲解，故意在扭曲，然后背后在偷渡他们的两国论，就是台独。那现在这个赖清德我觉得讲了一大堆不管是你多爱台湾，你多要保卫台湾台湾要多少防卫，讲了半天有什么用？你儿子在国外对不对？你的儿子都不愿意回来跟在台湾跟我们一起来怎么样捍卫台湾呢？我们都在捍卫台湾我们从年轻开始，从当兵开始都在捍卫这块土地那为什么你天天在那边叫？
然后他以前说他当兵也在海外，好像他是最凉的，对不对？他是属于卫生连。我们当过兵的都想说，你讲话就不要那么大声好不好？人家野战部队的人都，你叫人家怎么讲嘛？所以这些讲起来都自己很伟大，可是做起来就是两回事，对不对？你儿子回来以后，你才有发言权。对，你如果你的行为你不能够让我们得到足够的信任的话，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发言权。更不要说叫我们的自己的子弟上战场去捍卫台湾，为什么你的小孩不要上去？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这些人都是每一个都是一个赵天麟，对不对？嘴巴怎么样？反中身体亲中，就靠一张嘴，可是他的行为都跟他嘴巴讲的都是180，嘴巴向东讲，他身体向东走，向西走，这就是今天这个民进党，更不要说他们那个贪腐，更是恐怖啊！他们的这个党纲里面，他们这个办公室天天第一个写的是清廉。这个政府是我看过在台湾从有史以来最不清廉的政府。最不清廉的政府就是这个。我在政府还服务过的，我们在台湾从小出生长大，看了那么多政府，就是这个政府是有史以来我见过最不清廉的政府。可是他天天把清廉放在嘴巴里讲。然后天天去挑衅，造成两岸的冲突，这样子的话，到最后的话，出了事情，这些人第一个全部都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他怎么样取信给我们呢？他怎么好意思要求我们做这些事呢？好，来问赖老师。赖清德是中华民国副总统嘛，现任的，他想选总统那他指控这个许春英拥有大陆的户籍拥有大陆身份证，也有台湾的身份证。他是这样指控的，要拿出证明来，那依法就依规定来办理嘛，这个不需要再去炒作。如果许春英不符合在台湾任公职的资格，那就不通过嘛，审查不通过，就这样子而已，这很简单。但是如果他是符合资格的，那就是服公职嘛，就这么简单嘛。那你赖清德，你炒作这个问题的目的在哪里？大家都知道，就意图使人不当选嘛。那意图使谁不当选？使柯文哲不当选。那意图的方法是什么？用的手段就是抹红嘛。那民进党每次一选的情况越来越糟的时候，抹红的就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当民进党抹红抹得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竞选的情况是越来越危险，他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他的不安全感越来越大，因为他很担心非利阵营团结起来，那么台湾的民众60%以上想要下架民进党，成为大家唯一的最高的共识，就把票集中给这个非利阵营的最高票、最有可能当选的那一个人，那赖清德就没了嘛，民进党也就没了。那所以我觉得很好啊，你就继续去吵。但是当你还有公职的时候，你同时也在竞选，你指控对方，你要拿出证据来。没有拿出证据来，这就是恶质的选举手段。那陈建仁，我是完全不能接受。陈建仁，你是行政院院长哦，你说各个政党所推出来的人选都应该要能够捍卫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没有这个国家哦。陈建仁，没有这个国家，我们只有中华民国，没有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国家。你的钞票，而且你拿的钞票的薪水是比以前行政院院长的薪水还高哦。你拿的是一种特殊的钱哦，你选择更多的钱，而不选择行政院院长的钱哦。你很爱那个钱，你很爱那个钞票，而那个钞票就是中华民国，没有中华民国台湾，所以你本身要道歉哦，因为你不能够要所有的人都效忠都要捍卫一个不存在的国家哦，不存在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国家，所以根本没有这个国家的主权，自己本身要出来认错道歉。美国动不动就说要跟中国大陆恢复军事热线、军事对话，问题是你美国恢复军事对话的目的在哪里？要来闹的嘛，就是你美国的说，我们一定要重新建立军事沟通管道，我们要建立部长级的沟通管道、总长级的、战区级的沟通管道。你建立的目的是要来闹的嘛？当初去年在香格里拉不是跟你建立了吗？
建立了以后，你的裴洛西就来闹嘛。那你建立的目的就是到南海来闹，你叫做管控风险，不是，就是你来闹的。那既然要来闹，那何必要建立？所以苏立文讲的很没错啊。苏立文说，大陆不想要建立沟通管道，就是不想要系安全带，因为大陆认为系安全带更不安全，系安全带更有可能撞车。大家都不系安全带，你就不敢撞车了。那就代表什么？大陆、美国也很清楚知道，他系安全带就是建立沟通管道，是为了要来闹的，就是为了要来撞车。那谁给你系安全带啊？好，来请教将军。对，这个赖清德一下说抗中保台，一下说和平保台，又说抗中保台，他一直在战略矛盾呢，举棋不定，忽左忽右，搞不清楚这个很麻烦呢，这个会混乱军心士气，因为都目标不知道目标是什么，到底是和平保台还是抗中保台，两个南辕北辙，相互矛盾，他没有一个说法，没有一个核心的目标、核心的战略方向。这非常的危险，会置国家于险境。如果是一个领导人是这个样子，连和平保台或者抗中保台都举棋不定的话，最基本的目标都拿不定，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现在如果蓝白现在往蓝白河在走，那现在蓝白河，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下架民进党，这很清楚的，65%的选民是要政党轮替，不要把这往这个中国大陆那边去推。这是全民的期盼，如大汉之望云霓，这是很清楚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清楚。他要怪他自己，为什么民进党这7年多的执政，而让这些台湾的这些选民觉悟到这个，就跟刚才赖教授所讲到的，就是贪腐，就是贪污，变成这个样。这个贪污是选民最会唾弃的。那现在有65%的选民要下架民进党，希望能够达到政党轮替的目标。我想这个事情不要往外面推，应该他们要虚心的检讨，为什么那么惹台湾民众这方面的反感。还有赖清德他这个要选总统的，我们知道他的美丽岛的民调讲得非常的清楚，最多人在最多的比例是不希望赖清德当选。美丽岛民调讲得那么清楚，是这个样子。他们有时候都喜欢拿话术来转移人民对他们的唾弃，对他们的这一方面的反感，他们就想把它4两拨千斤转移。我认为这不好，他们应该虚心检讨来改进，说民进党不再贪腐了，会对这些2357万的台湾的这个民众来负100%的责任，要青年执政，而不是贪腐执政，应该这样子来。第4个，我认为现在是要避战重于备战，因为现在缺兵。按照这个立法院的公报，目前国军的整个编实目前的人数只有15万5千人，是历来最低的规模。现在战力是最脆弱的时候，现在怎么样去备战？就15万5千人，就战力人就是那么多，战力就是那么的大。那现在目标就是说，那避战比备战重要，因为现在招不到兵，然后退场机制又多，一年走4000多个，一年走5000个，那你现在都没办法长留久用。那战力主要去累积呢？那我认为当务之急，赶快先做避战，不要去挑衅，然后再好好的经营，好好的备战，好好的招募，好好的招生，把军队的这个组织编线比大大的提升，主战部队提升，这才是当务之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